为什么有时候天梯不知怎么就变得很难爬？为什么许多人上传说都是一波连胜？为什么 Meta 周报跟你看到的环境相去甚远？为什么哪些牌组好不好用，众说纷纭？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，你的问题都会获得解答。每个人面对的 Meta 都不同，即使同个分段也不同，不同区间有不同职业比例分布，而牌组之间有相克关系。我急着爬梯时，通常会选择较有强度的牌组，或是能够 counter 当区间多数对面玩家的牌组。理论上是一个版本一个 meta， 但玩家会不断开发出新牌组，因此同版本下的不同月份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 meta。此外，有时候知名赛事的特殊卡组也会与天梯蔚然流行。版本后期 meta 如死水时，通常不太会有过多变化，但 meta 较不稳定时，很可能月初到月中就有不同牌组强度，到月末又有新流行。同一天的牌组强度不容易变，但各牌型被使用的比例并非24小时均相同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大家半夜赶时间玩快攻，早上的玩家比较喜欢玩控制，中午开始对战的人发现都是控制，就用中速针对，也都有可能。Meta 甚至可能以小时为单位变化。如果这个区间此刻多数的人在玩控制木，下个小时很可能有很多巨人数，于是接下来有很大机会出现不少传统咆哮德去抓人。上网抄牌要先知道，最后发出去的牌组所呈现的是达到该名次的瞬间，但使用那副牌的人爬梯过程可能不断微调。我自己的观察是，只会抄牌的人可以打到还算前面的地方，但也就如此而已。想维持高分段，必须对组牌有想法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要追求高竞技水平，只是要应付炉石天梯，那抄牌去打就绰绰有余了。抄牌来微调也有注意事项。针对卡这个东西啊，我讲几个点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要考量的是你带它是有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你今天遇到的都是五种牌组，那有4种你带了某一张卡会卡到你自己，你只为了防那第5种，这是不要带比较好。如果你的对局是平均的，那你就送给第5种嘛，因为你还会赢4/5啊。第二个是为什么会有的人他会带呢？第一个可能小一，我刚刚分的是标题大一、标题大二，大二的小一。他10场里面有8场遇到，那当然是那会很关键嘛。第二种可能大二的小2点小点之2，为什么带？是因为带了一个东西不会卡到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冰川碎片以前你打王祸贼可以冰起来，而且你内战可以顺手冰对面的巨人，那它就有带的价值。那什么叫做不恰当的针对卡？以前暗凝术跟秘密法，我说是旧的秘密法还在的时候，你带吃秘密是没有意义的。秘密吞食者要4费，你4费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吃秘密，而且还得它满头都是秘密，你吃它才有意思。那为什么它会满头都是秘密呢？那显然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下去，然后没有给人家爆炸符文嘛。那你本来就要输啦。我可以想象那是什么光景，场上大概有343啊、223啊、055啊、444两个啊。一个正常暗凝术打到一个秘密法，不应该是没有秘密吞噬者不能打。可是你秘密吞噬者打到李诺木还健在的时候，那请问你的秘密吞噬者要干嘛？不能打，卡自己。那这就是没有意义的替牌。我通常不反抓对手，但雅服开放高分段人很少，如果要爬梯肯定会互抓。我尤其不喜欢抓列表的人，不过你要是激怒我就另当别论了。有 T0 牌组的 meta 用最强的牌爬梯，百花齐放的 meta 用 counter 当时多数人在玩的牌爬，但新手得先明白优劣势关系。雅服标准是越低分段越多牌组，开放反而是越高分段越多牌组，只会玩一副牌打天下是不可能的。我是毛宇，
我们下次再见。